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？这是所有人都有发言权的问题，毕竟我们都曾经按照理想型的标准去排除、筛选、寻找另一半。可是大概率会遇到两种情况：开始的时候看对方哪里都不顺眼，跟理想型完全搭不上边，后来却觉得谁都不如他好。第一眼就觉得对方是自己的理想型，后来却恨不得从来没有遇到过他。朋友上周脱单，当天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上了两个人的合照。照片里的男生没有高鼻梁，没有双眼皮，五官谈不上精致，跟帅气搭不上边。我想起朋友之前一直念叨着，他说好想跟帅哥谈恋爱啊，还罗列出了一大堆条件，要有不错的颜值，身高1.8米以上，唱情歌不走调，厨艺至少勉强达标。当时我还劝他，你得把要求降低点，不然大概率得孤独终老。他坚持说自己只愿意跟理想型谈恋爱。我把他的理想型标准和他的男朋友条件一条条拎出来对比，发现两者的重合率甚至不到30%。当我抛出你的男朋友是你的理想型吗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仿佛突然意识到男朋友并不是自己的理想型。沉默片刻，他说他确实不是我的理想型，但我确实很喜欢他。仔细想想，我的男朋友也不是。对于同龄人而言，大部分女生的心理年龄会大于男生，这个说法在我的学生时期得到了无数次的验证。看多了同龄男生的幼稚行为，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将成熟稳重设为理想型的标准。我的理想型男友，他应该有坚定的人生目标，能在我肚子饿的时候二话不说挽起袖子下厨房，他能包容我的坏脾气和无理取闹，他会认真规划旅行，我只需要安心跟着他就行。可是我却被为了拍一场完美的日落而花了好几个下午的他所打动。他拍日落的行为谈不上成熟稳重，但吸引我。好像面对爱情，我们一开始都会有很多标准，但那个人出现之后，很多标准就不再是标准。他没有100%的上进心，却能在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制造快乐。他没有精湛的厨艺，常常把厨房搞得乱七八糟，但仍然会学习做我喜欢吃的菜。我们经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，但双方都懂得给对方台阶下。我们会穿着人字拖，顶着慵懒又邋遢的样子走过大街小巷去超市购物，然后有说有笑地回家。所谓的理想型不是标准答案，它只是一个参考选项。前段时间我登录了很久没有使用的 QQ， 看到了曾经写下的说。初高中的我将成绩优异设为理想型的标准，大学的时候把风趣幽默设为理想型的标准，后来刚步入社会的我将成熟稳重设为理想型的标准。所以你看，在我们的每一个成长阶段，关于理想型的参考答案都在变化。恋爱之前，我们只能根据当下的需求刻画理想型男友的样子。恋爱之后，通过朝夕相处，我们才能判断之前的理想型能否落地。在后来的相处中，那个陪伴你很久很久的人，他才是你的理想型。也许你身边的人并不完美，但他最能契合如今的你。